你敢信吗？2000年前，有个人搞出了一整套操作，离了个大谱。第一，土地全部收归朝廷，全国的田产一律国有，私人不准买卖一寸地皮。第二，废除奴隶制度，明文规定人不能当商品交易。第三，朝廷亲自下场搞物价管控，设立专门机构定价、抛售、收购，跟现在的物价监管部门一个路数。第四，给穷人发放低息贷款，年利率3%，办丧事的甚至免息。你以为这就完了？没有。在他那个时代的墓葬里，考古学家还刨出来一把青铜卡尺、固定尺、滑动游标，刻度线跟你现在五金店里买的游标卡尺几乎一模一样。就凭这些，互联网上管他叫穿越者，说这哥们儿100%是从2026年带着课本穿回去的。但关于这个人，还有一条特别细思极恐的冷知识：他死之后，脑袋被人从脖子上切下来，没埋，没烧，没有入土为安，而是被历朝历代的皇帝像封印妖物一样锁在皇宫武库最深处的铁柜子里，放了多久？整整272年。你没听错，将近3个世纪。据说那颗头颅上涂满了黑漆，画着谁也看不懂的符咒，专门用来镇压宫里的邪祟。一直到了晋惠帝元康5年，洛阳武库一场冲天大火，这颗脑袋才跟孔子穿过的鞋、刘邦斩白蛇的那把剑一起化成了灰。中国人讲究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后入土为安是天大的事。他倒好，头颅被人当镇宅的法器玩了快300年。你要真是个穿越者，带着上帝视角回去改天换地，至于混到连死后都不得安宁的地步吗？所以今天咱们不吹不黑，把穿越者这层流量密码扒掉，你会发现底下的真相比任何科幻小说都荒诞，也比任何悲剧都让人窒息。他不是什么现代人附体，他是一个被儒家经书彻底洗脑，读到走火入魔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他出身顶级豪门，活得像个苦行僧。他道德完美到全天下读书人跪着喊他周公转世，开局王炸，满手好牌。但他只用了15年，就把一个还算太平的天下折腾成了尸横遍野的人间炼狱。一个想把上古黄金时代搬回人间的书生，是怎么一步步把整个帝国拖进深渊的？他叫王莽。要讲透王莽这荒唐又悲凉的命运，得从他那个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切入。公元前45年，王莽呱呱坠地。他们王家什么来头？用今天的话讲，那就是权贵中的权贵，天花板上面的天花板。他亲姑姑王政君是当朝太后，自打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坐上龙椅，王氏一族就垄断了整个大汉的权力核心。一门之中封了10个侯爵，5个人先后当上大司马。什么概念？整个长安城就是他们家的后花园。王家那帮公子哥每天比的是谁的马车香金多，谁府上的舞姬腰更细，谁收藏的珊瑚树更稀罕。为了炫富，他们甚至把价值连城的珊瑚砸碎了当柴烧，就图个响。只要姑妈还坐在太后的位子上，他们就能在长安横着走，谁也不敢吱声。但王莽呢？王莽在这个黄金家族里是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他爹王曼命短，连个侯爵封号都没混到就撒手了。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逢年过节，堂兄弟们前呼后拥，骑高头大马，穿锦衣貂裘，浩浩荡荡去王府赴宴。只有王莽，一个没爹没爵位的孤儿，套着洗得发白起毛球的旧儒袍，缩在宴席最末端，低着头夹菜，谁也不搭理他。这种巨大的落差通常只能锻造出2种人格，要么彻底摆烂，变成愤世嫉俗的废物，要么极度敏感，修炼出一套密不透风的生存铠甲。
王莽选了后者，史书用4个字形容少年时期的他：折节恭俭。翻译成人话就是：我穷，但我比你们所有人都干净。他在家侍候守寡的母亲和早逝兄长留下的嫂嫂，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孝顺的街坊邻居都竖大拇指。他在外面交朋友，对方哪怕只是个落魄到吃不起饭的穷酸书生，他也毕恭毕敬，弯腰作揖，把人当成座上宾。他不穿绸缎，不坐华车，甚至把自己仅有的那点家底变卖了去接济别人。有人说这是表演，但你琢磨一下，一个10几岁的少年，他能演到什么程度？这不是表演，这是活命的本能，也是一种心理上的疯狂代偿。既然比爹比钱比背景我全输，那我就在道德这条赛道上把你们每一个人碾成渣。这种极度自律让他成了王氏家族里唯一的清流。慢慢的，长安城的茶馆酒肆开始流传一句话：王家满门纨绔，唯独那个叫王莽的是块璞玉。机会这东西永远只砸那些准备好了的人的脑袋。汉成帝阳朔3年，王莽的大伯父，当朝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病倒了。王家子弟的反应是什么？拎2罐补品去探望一下，做半盏茶的功夫就告辞，毕竟外面还有牌局等着呢。但王莽不一样，他像闻到血腥味的猎犬一样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窗口。他衣不解带地守在大伯父病榻前，整整好几个月。注意，衣不解带不是修辞手法，是字面意思。为了照顾王凤，他几个月不洗澡，不换衣，不上床，不合眼。汤要亲口试温度，便腻亲手端出去。等王凤病入膏肓的时候，王莽已经瘦脱了形，蓬头垢面，皮包骨头，看着比病人还惨3分。你猜结果怎么着？这幅画面彻底击穿了老权臣那颗冰冷坚硬的心。王凤一辈子见惯了逢迎拍马，见惯了利益交换，但他从没见过这种纯粹到近乎自虐的孝顺。尤其是对比自己那帮还在外头花天酒地的亲生儿子，再瞅瞅床前这个面黄肌瘦的苦命侄儿。王凤在弥留之际，把太后和皇帝叫到跟前，用尽最后一口气，指着王莽说了一句话：此儿人品贵重，我死之后，你们务必重用他，千万别让他流落民间。这句临终遗言就是王莽的入场券。有了大伯父的背书，有了太后姑妈的亲眼见证，24岁的王莽终于踏上了通往权力核心的快车道。但他绝对没想到，当他真正迈进官场大门的那一刻，他嗅到了一种比权力更强烈的东西，那是整个帝国散发出来的深入骨髓的焦虑和渴望。大汉朝不仅仅需要一个能干的大臣，他需要一个圣人。而王莽恰恰准备好了那副最完美的圣人面具。此时的西汉帝国表面歌舞升平，掀开袍子一角，底下全是烂疮。从汉元帝朝开始，土地兼并就像恶性肿瘤一样在帝国内部疯长。富人坐拥千顷良田，穷人连插根锄头的地方都没有。经济在崩，但比经济崩溃更可怕的是精神层面的瓦解。当时最流行的学问叫公羊学，这帮儒生有一套让人脊背发凉的理论——灾异论。简单说就是天人感应，你干了缺德事，老天爷就会用地震、日食、洪水、山崩来敲你的头。你去翻《汉书五行志》，西汉末年那几十年的怪事多到离谱，日食、地震、彗星、母鸡变公鸡，一茬接一茬。咱们今天知道这是自然现象，但在当时人眼里，这每一桩都是老天爷发的红色警报。所有读书人都在传一句话：汉家气数尽了，火德已衰，谁来救救这个天下？按正常剧本，该有人揭竿而起，武力推翻了。
但西汉末年特别诡异，民间不想要刘邦，不想要项羽，大家想要一位圣人。大家觉得既然是道德败坏了，那就得用至纯至善的品德来感天动地，拨乱反正。只要有个道德完人出现，黄河就能变清，天下就能太平。这是全社会的集体幻觉，而王莽刚好是嵌进这块拼图里最严丝合缝的那一片。自打被王凤临终举荐，王莽的官运就像坐了火箭。20多岁当舍生校尉，30岁封新都侯，38岁直接接替因病退位的叔叔王根，坐上了大司马的位子。大司马是什么？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掌兵权，管禁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换一般人爬到这位置，总该露点原形了吧？但王莽偏不，权力的巅峰反而成了他道德表演的最大舞台。当上大司马之后，他做了什么？散尽家财，朝廷赏他的钱，转手就分给门客和穷人；赏他的地，捐出来给族人盖房。他供养了上千名儒生，在府上读书吃饭，还在长安城里大建廉租房，专门给穷书生住。史书记了一个细节，每次读到我都觉得炸裂。有一回，几位达官显贵去王莽府上串门，到了客厅，看见一个穿粗布短裙，衣裳甚至有些破旧的女人出来迎客。在场的人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哪个不懂规矩的粗使丫鬟。有人甚至准备开2句调侃的玩笑，结果一介绍，所有人的下巴当场砸地上。这位穿得像村妇的女子，是当朝大司马王莽的正妻。王夫人，你品品这个画面，大司马的老婆穿成农妇的样子出来待客，这对当时那帮金碧辉煌的权贵圈子是多大的冲击。王莽对自己狠，对家人也狠，但对读书人那是掏心掏肺的好。而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读书人就是最好的舆论机器。他们受了王莽的恩，走到哪里就夸到哪里，一传十，十传百。在长安的茶馆，在各郡的学堂，在乡野的私塾，王莽的名字被镀上了圣光，人人说他是周公在世，是大汉最后的良心。就这样，王莽被一浪一浪的舆论推上了神坛。可是请你注意，这时候的王莽虽然完美的不像真人，但他至少还有人味儿。他有妻子，有儿女，有喜怒哀乐。直到那件事发生，一件彻底剥掉了他身上最后一丝人间烟火气的事。那件事的代价是他亲生儿子的命。王莽的次子叫王霍，作为王家的少爷，王霍从小看着父亲怎么做人，怎么立牌坊，但他显然只学到了皮毛，没摸到骨头。他以为老爹如今权势滔天，自己也能像其他王家子弟一样横行无忌。悲剧发生在一个稀松平常的早上，王霍因为一桩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家里的奴婢动了手，一怒之下失手把人打死了。说句大实话，在西汉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这算多大的事？虽然法律条文写着杀奴婢者死，但那主要是吓唬平头百姓的。对王家这种顶级门阀，死个奴婢打点一下，赔点钱，找人疏通，甚至都不用赔，这事就翻篇了。长安城哪个权贵手里没几条人命？王霍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跟老爹服个软，挨顿骂，再去衙门走个过场，天就亮了。但他忘了一个要命的事实，他爹不是普通权贵，他爹是道德天花板王莽。当消息传到王莽耳朵里的时候，他没发火，没拍桌子，甚至没骂人，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不知死活的儿子，那双眼睛里没有怒意，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那一刻他脑子里转的是什么？史书没写，但咱们可以猜，他也许想过父子天性，毕竟是自己的血肉，但他更大概率在飞速计算另一笔账。如果保下儿子，他
他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圣人人设瞬间崩塌。所有人都会说，看吧，王莽也是个俗人，也护犊子。但如果杀了呢？大义灭亲，这4个字一旦在脑子里浮现出来，就像毒蛇缠上了脊椎，再也甩不掉。王莽把王霍叫到面前，冷冷地丢给他一根绳子或者一把剑，史书说法不一，但意思一样，杀人偿命。哪怕你是我儿子，哪怕死的只是个奴婢，规矩不能有双重标准。王霍绝望了，他看着面前这个平时还算慈爱的父亲，那张脸上写满了陌生和决绝。他知道没有任何转散的余地，王霍死了。消息传出去，舆论像火山一样炸开，全天下的人都被震得说不出话。他们从没见过如此铁面无私的人，铁面到不近人情，铁面到让人脊背发麻，连亲生骨肉杀了个奴婢都逼他偿命，这得是什么样的公正，什么样的大义？王莽在众人心中的形象，在这一刻完成了从善人到圣人的跃迁。但这次杀子是王莽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它带来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后遗症。王莽发现，原来极端的道德献祭能换来如此巨大的政治红利，牺牲一个儿子换来全天下的封神，这笔买卖太划算了。这种用亲情献祭换取声望的快感是会上瘾的。既然杀一个儿子能让我登上神坛，那以后如果需要，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扔进火里的？王霍的血染红了王莽的顶戴花翎，也染红了他通往更高处的每一级台阶。但王莽万万没料到，就在他声望如日中天的档口，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海啸差点把他拍成沙滩上的烂泥。公元前7年，那个宠幸赵飞燕姐妹的汉成帝暴毙在温柔乡里，死得不明不白。成帝没儿子，继位的是侄子刘歆，汉哀帝。一朝天子一朝臣，哀帝有自己的奶奶傅太后，有自己的亲妈丁姬。这2位老太太一上台，立刻把枪口对准了王家，尤其是对准那个满嘴仁义道德的王莽。王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刺骨寒意。换成一般的权臣，这时候要么硬扛，要么政变，但王莽是王莽，他选了一条所有人都猜不到的路，以退为进。他不仅不对抗，反而主动上书辞去大司马，打包行李，带着全家灰溜溜地滚回南阳封地种田。你要赶我，不用赶，我自己走，而且走得漂漂亮亮，清清白白，让天下人都看见是皇帝昏庸，是傅太后容不下忠良。被贬回南阳的3年，是王莽一生中最压抑也最关键的蛰伏期。从一人之下的大司马变成乡下种地的闲散侯爷，这落差够一般人抑郁到自尽。但王莽没崩，他把这3年当成了闭关修炼。门是关上了，但他的名声像涟漪一样不停往外扩。成千上万的读书人觉得朝廷瞎了眼，400多名官吏和百姓自发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召王莽回京。这就是名望的恐怖之处，你人不在场，影响力照样覆盖全国。汉哀帝虽然年轻气盛，想有番作为，但顶不住这铺天盖地的舆论海啸，再加上傅太后那一派的吃相实在太难看，搞得天怒人怨。公元前2年，哀帝没辙，下诏把王莽召回长安。虽然只给了个闲职，但王莽的政治生命复活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更炸裂的消息砸下来了。仅仅1年后，25岁的汉哀帝因为沉溺享乐，突然离世。更荒唐的是，他死前连继承人都没指定，反而把传国玉玺塞给了他的宠臣大司马董贤。大汉300年基业，难道要送给一个以色侍人的佞臣？千钧一发之际，那个在幕后隐忍了数十年的老太太出手了。太皇太后王政君
经历过3朝皇帝，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听说哀帝咽气了，二话不说，驾着马车冲进未央宫，当着所有人的面，从董贤手里硬夺回了传国玉玺。拿到玉玺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召唤他的好侄儿王莽。那一夜，未央宫灯火通明，王莽率人破门而入，重新接管禁军。不可一世的董贤在王莽冰冷的目光下，连挣扎的胆子都没有，当夜和妻子一同自尽，清除董贤只是开胃菜。紧接着，王莽对傅、丁2家外戚展开全面清算。傅太后和丁基虽然已经入土，但王莽连逝者都不放过，派人动迁陵墓，把棺椁降级，重新安置到荒郊野地。这就是王莽的双面性，道德是给天下人看的，手段是给政敌尝的。扫清所有障碍之后，皇位空了。这次王莽学精了，不选成年人，专挑小孩。他从宗室子弟中选了个9岁的娃娃，中山王刘九，也就是汉平帝，9岁，妙啊！9岁只知道玩泥巴，不知道什么叫夺权。王莽拥立了小皇帝，自己再次坐上大司马的位子，因拥立之功被封为安汉公。注意这个称号，安汉，安定大汉，4个字里藏着一层微妙的潜台词，没有我王莽，大汉就不安。紧接着，他又把亲闺女嫁给只有12岁的平帝，立为皇后。皇帝是女婿，太后是姑妈，朝廷上下全是自己人，权力的网密不透风。但就在这大好局面里，他家又炸了。这次跳出来的还是亲儿子，长子王宇。王宇不像那个杀奴婢的弟弟那么莽撞，他恰恰是太清醒了。他眼睁睁看着老爹逼死董贤，动迁别人陵墓，把妹妹塞给小皇帝当老婆，禁止皇帝生母卫姬入京团聚，他怕了。历史上外戚有好下场的能数出几个？王宇私下联络了平帝的舅舅魏宝，想居中调和，替魏家说2句好话，给父亲留条后路。但王莽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怎么可能容忍自己人吃里扒外？他非但不听，反而把盯着魏家的眼线加了3倍。王宇急了，觉得父亲已经被权欲蒙蔽了双眼。这时候，他的老师吕宽出了个搜到家的主意：你爹最信天人感应，咱们伪造个凶兆吓唬他，让他以为老天爷发怒了，说不定就收手了。主意烂不烂？烂透了。但在那个全民迷信的年代，王宇觉得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吕宽提着一桶狗血，摸黑溜到王莽府邸大门前，准备把血泼上去，制造凶兆降临的假象。结果呢，泼完血还没跑2步，就被巡逻的门卫逮了个正着。这一抓不要紧，顺藤摸瓜，直接把王宇供了出来。当王莽得知这桶狗血是亲儿子策划的，他的反应比当年逼死王霍时恐怖10倍。当年逼死王霍，多少有点被动维护法律的意思，但这一次，王莽主动把一桶狗血变成了一场大风波。他立刻给这事定性，这不是恶作剧，这是蓄谋已久的谋反大案。以此为借口，他不仅逮捕了王宇和吕宽，还把平帝生母卫姬全家、朝中所有跟他不对付的势力一网打尽。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大清洗。史书记载，因为这桶狗血受到牵连而被处死的人多达数百上千。王莽的亲叔叔王立被逼自尽，连汉元帝的亲妹妹年迈的靖武长公主也因为曾经批评过王莽而被赐下毒酒。没错，王莽又一次杀了自己的儿子。王宇被赐死在狱中，至死都在为家族的未来忧心。杀完儿子还不够，为了把大公无私的人设贯彻到底，他甚至写了一本诫子孙8篇，把自己杀儿杀亲的全过程详细记录，颁发给全国官员学习。他在书里的意思很明确，看看吧，为了社稷苍生，
我连亲骨肉都能下手，谁还敢说我徇私？这一次，舆论的风向表面上依旧是歌功颂德，但赞美的声浪底下，已经压着一层深不见底的恐惧。伴随这场清洗，王莽的权势达到巅峰。也是在这一年，朝廷下诏赐予他9锡之礼，车马、衣服、乐器、诸户、纳币、虎贲、府乐、宫室、孔9种天子才配拥有的至高礼器。但王莽不急，因为他还差一样东西，一样能让他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坐上那张椅子的东西。那东西叫天命。接下来的几年，天命制造工程全面启动，朝廷给王莽封地加薪，他一概推辞。他对外宣称，百姓疾苦未除，边疆战火未息，我怎能贪图享受？有一年大旱，王莽主动捐出100万家财和30顷土地赈济灾民。紧接着，朝中那帮心领神会的大臣们开始了表演，联名上书，请求给安汉公更高的待遇。据说征集到的民间签名有48万7千余人，在总人口只有几千万的西汉末年，这是个恐怖的数字。在这股所谓民意的推动下，太皇太后王政君不得不下诏，把王莽尊为载衡，载是伊尹，衡是周公，官方盖章认证，王莽就是当代的伊尹加周公。可这还不是终点，王莽的团队开始批量制造祥瑞。今天有人从井里挖出块白石头，上面刻着安汉公莽为皇帝。明天有人在山中捉到一只白雉，说只有圣人出世，天降瑞兽。一时间满朝上下祥云缭绕，瑞气横生，全是人工制造。而在这一片歌舞升平之下，那个被王莽当作棋子的小皇帝汉平帝已经长到了能思考的年纪。平帝不傻，他的外戚魏家被清了门，母亲被禁止进京见面，老婆是仇人的女儿，身边全是王莽安插的眼线。这少年天子的心里恨意在一天天生长。史书只用寥寥几笔记了一句，平帝曾在私下对王莽表达过怨恨之语，但就这几句牢骚传到了王莽耳朵里，他的多疑大脑立刻开始高速运转。这孩子长大了，知道我是仇人了，等他亲政那天，就是我王家灭门之时，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公元5年腊月，未央宫一场盛大的宴会，王莽亲自向14岁的汉平帝端了一杯酒，平帝毫无防备，一饮而尽。没多久，腹痛如绞。消息传出来，王莽立刻上演了一出感天动地的苦肉戏。他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祷文，对天发誓，如果上苍一定要收走一条命，就让我王莽替皇帝去死。祷文封在金匮里，供在宗庙里，说是他和老天的秘密契约，戏演的逼真，很多人真的被感动了。但老天显然没听他的祈祷。那年腊月，14岁的汉平帝在痛苦中咽了气。谁是最大受益者？不言自明。平帝一死，皇位又空了。王莽这回面临选择，自己坐上去，还是再立一个傀儡？时机还差一口气，他忍住了。他从汉宣帝一系的53个宗室子弟中，把所有年纪大的、懂事的、有主见的全部筛掉，最后挑了个叫刘英的小孩。这孩子多大？2岁。2岁好啊，除了吃奶什么都不会。但王莽没给他皇帝称号，只给了个古怪的头衔孺子。而他自己呢？他发明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号摄皇帝。他对姑妈王政君说，孩子太小，我先替他管几年，等他长大就还政。就像当年周公辅成王，王政君虽然年迈，但还没老糊涂。他看着这个侄儿的眼神里写满了凉意。可此时他手里没兵没人，除了叹气还能干什么？天下人也不全是瞎子。
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起兵反抗，失败被杀。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发动更大规模的叛乱，拥立刘信为天子，打出共讨王莽的旗号，一度聚众10万，震动长安。王莽这回真慌了，吓得好几天茶饭不思，日夜抱着2岁的刘英在宗庙里哭诉：列祖列宗啊，我是想学周公啊，为什么没人理解我？哭归哭，刀照杀。他调动精锐，启用囚徒当敢死队，疯狂镇压，翟义兵败被擒，被公开处死。最后一个武力障碍扫清了。公元8年，长安城弥漫着一种诡异的亢奋，各路符命如雪片般飞来，有的刻在石头上，有的装在铜匣子里。最荒诞的是一个叫哀章的人，穿着黄衣跑到汉高祖庙里献上铜柜，里面赫然写着：刘邦传旨，命王莽继承大统。公元9年正月初1，王莽派堂弟王顺去长乐宫，向太皇太后索要传国玉玺。年近80的王政君爆发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怒火，指着王顺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这群白眼狼，王家能有今天全靠汉家提拔，如今竟要夺位，不怕天打雷劈。王顺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太后，事已至此，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王政君知道大势已去，抓起玉玺往地上狠狠一摔，玉玺崩掉了一个角。后世传说中金镶玉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但一个缺角的玉玺挡不住滚滚向前的车轮。公元9年正月，王莽正式登基称帝，国号新，年号始建国。他站在未央宫大殿最高处，俯瞰群臣，底下有投机分子，有被裹挟的旧臣，但更多的是眼里闪着狂热光芒的信徒。他们坚信一个完美的周礼盛世即将降临人间。没有人知道，这个理想国的第一块砖竟然是从改名字开始砌的。新朝建立后，王莽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安抚民心，不是整顿兵马，而是改名。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王莽对这句话的理解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他坚信世界之所以混乱，根源就是名字不对。只要把所有名字改回周朝的样子，天道就会自动恢复。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改名风暴横扫全国。先改地名，王莽抱着周礼和地图，像填字游戏一样疯狂替换。南阳郡改前队，河东郡改赵阳，太原郡改并延。据统计，全国100多个郡的名字几乎全换了一遍，下面的县更是面目全非。公文发到基层，官吏一脸懵，田和亭是哪儿？翻了半天字典才发现，哦，原来就是以前的长城关口。老百姓更惨，住了一辈子的地方突然改名，出门办事连路都找不着。改完地名改官名，大司农改叫西河，大理改叫做事，光禄勋改叫司中，太仆改叫太尉。名字倒是古色古香，可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但最能体现王莽强迫症的是他对双字名的深恶痛绝。他翻经书翻到一条：上古之人皆单名，于是下令天下百姓名字都改成一个字。更绝的是，他把双字名变成了一种责罚，你是良民就配单名，犯了事就恢复双字以示羞辱。比如他孙子王宗犯了错，直接改名王惠宗，等同于脸上刺字。这种近乎神经质的改名运动折腾了好几年，底层百姓私下还叫旧名，只在官府面前装模作样。王莽以为自己在正名，实际上他在制造混乱。但改名只是前菜，真正让天下人对他从失望变成绝望的，是接下来那一连串经济政策。公元9年，新朝刚立不久，王莽扔出了第一颗重磅炸弹。王田令核心意思一句话：
从今天起，全天下的土地都姓王。他宣布废除自商鞅变法以来延续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恢复西周井田制，天下田产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两者一律禁止买卖。具体怎么分？一家男丁不足8口，田地超过900亩的，多出来的部分必须分给邻居或族人，没地的流民由国家统一分配，每对夫妻100亩。如果你是个种了一辈子别人地的穷佃户，听到这消息大概能激动地给王莽磕3个响头。但问题在于，这项政策太理想化了，理想到脱离了地球引力。首先，你凭一纸诏书就想把几百年形成的土地产权全部归零。其次，地方豪强手里有钱、有粮、有私兵，你抢他的命根子，他能乖乖交出来？最要命的是连众产也得罪了。一个人辛辛苦苦攒一辈子钱买了900亩地，你一句话让他分800亩给隔壁游手好闲的无赖，他能不恨你入骨？王莽以为自己是圣人，一句话天下人就会跪下服从。他高估了道德的力量，低估了人性的贪婪。诏书下去，全国炸锅，豪强根本不执行，把地藏起来，用假名登记，官府来查就暴力抗法。禁止买卖土地的条款更是荒唐，一旦遇到急事，连卖地救命的最后一条路都堵死了。私属的规定同样适得其反，明面不能卖奴婢，交易就转入地下，价格反而暴涨。奴婢的处境不但没改善，反而被主人藏得更深，打得更狠。短短2、3年，因为触犯王田令和私属令而被判罪的人多到监狱装不下，只能用囚车拉着在街上转圈。天下人开始怨声载道了，即使铁头如王莽，最终也顶不住压力。3年后，亲自下诏废除了王田令。但这不是认输，在他看来，地没分好不是政策不行，是因为钱还没管住，管住了钱，一切就能回到正轨。于是他祭出了第2张王牌，5军6管。5军6管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国家全面接管经济命脉。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皖、成都6大城市设置5军官，这些官员的职能堪比现代央行加发改委加国资委的合体。第1招叫市平，国家定价。每天早上5军官根据行情给出标准价格，有人哄抬物价就抛售平抑，物价太低伤农就保底价收购。听着像不像平准基金加粮食保护价？第2招更超前，叫赊贷。国家低息贷款，百姓办丧事、搞祭祀没钱，找官府借免息，农民想做点小买卖缺本钱，找官府借年息3分，对比民间动辄50%的高利贷，简直就是慈善机构。第3招是6项国营专卖，盐、铁、酒、铸币，名山大泽的开采税，再加上前面的5军赊贷，这一整套下来，王莽的算盘打得啪啪响，把最赚钱的行业收归国有，控制物价，消灭高利贷，国家有钱了，百姓不被盘剥了，豪强再也没法靠垄断发财了。理论上满分，但在执行层面他得了负分。原因很简单，执行政策的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不是什么好人。为了推行5军，王莽大量启用了本地富商当5军官，比如洛阳巨贾薛子仲、张长舒。你想想，让垄断市场的人去监管市场，等于让狐狸守鸡窝。结果所谓的5军变成了官商勾结的提款机，所谓的赊贷变成了敲诈百姓的新手段。史书记载，政策推行之后愁苦百姓，民不聊生。王莽坐在未央宫里看奏折，上面写着国库充盈，百姓拥戴，他信了。他沉浸在自己构建的理论乌托邦里，甚至觉得还不够完美。
既然经济要管到底，那现在的货币也不行，得改。于是，一场比王田令和五军六管更具毁灭性的灾难，即将把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帝国彻底推下悬崖。王莽的货币改革在世界金融史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奇观。短短10几年，他搞了4次伤筋动骨的币制变更，发行了28种货币。这不是简单的换个钱的样子，这是一场赤裸裸的系统性的财富掠夺。第一次，王莽嫌汉朝五铢钱上的铢字带金字旁，刘的繁体拆开有金刀，这让他联想到刘氏皇族不吉利，于是下令铸造3种新币：大权、契刀、错刀。问题出在兑换比例上，那枚叫大权50的铜钱，面值50，实际重量才12铢，普通5铢钱重5铢，这个大权重量不过2倍多一点。王莽硬规定它值50个，等于你拿50块钱的真东西去换政府3块钱本钱都没出的烂铜片。更离谱的是，一刀平5000，一把像钥匙的刀形币，用黄金错字工艺写着一刀平5000，确实精美绝伦，后世书法家当宝贝收藏。但它的法定面值是5000枚5铢钱，实际含铜量能不能值50都悬。这等于什么？等于王莽拿一张画得漂亮的废纸，硬说值5000块，逼你用粮食布匹来换。百姓又不傻，私底下还在偷偷流通5铢钱。王莽急了，又搞第2次改革、第3次改革，最疯狂的是第4次保货制。他把货币分成金、银、铜、龟甲、贝壳5种材质，光铜钱就搞出6个等级，加在一起28种。贝壳还得量尺寸，多大的贝壳值多少钱，短1寸价格就砍1半。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场景：你去菜市场买把葱，得背1兜贝壳，几片龟甲还得带把尺子。买卖双方先别谈价，先蹲地上量贝壳，等你量完了，葱都蔫了，而且贝壳易碎，龟甲好仿，住海边的人随手捡个贝壳就能当钱使，内陆百姓却要拿血汗去换这些破烂。整个帝国的商业系统瞬间瘫痪，没人敢做买卖，没人敢存钱，货物流通几乎停滞，百姓为了活命铤而走险，私铸旧钱。王莽怎么应对？1个字：杀。法律严酷到令人发指，私藏5铢钱，流放边疆，私铸货币，死罪，一人犯法。邻居连坐。史书说，以铸钱死者不可胜数，长安监狱人满为患，没判死刑的连坐者也要给官府当奴隶，男做苦力，女剜蜜。最讽刺的是什么？王莽做这一切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他是真心实意的相信，只要恢复周礼里记载的贝币、刀币，社会风气就能变好，人心就能回到3代之治。他想用贝壳打败通货膨胀，结果被现实锤成了碎片。面对一团乱麻，王莽没有反思自己，他觉得是自己还不够勤奋，管得还不够细。如果你能穿越到新朝的未央宫，你会发现王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没有之一。他每天处理政务到深夜，事必躬亲到了病态的程度。那把著名的青铜卡尺就是明证，他要统一全国度量衡，连1寸1分的误差都不能容忍。这本是好事，但他把精力用错了地方。他不仅管度量衡，还管官服制式，一品官帽子多高，花纹什么图案，颜色调到什么色号，全要他亲自拍板。他还管科技，有个工匠说能造翅膀让人飞，换别的皇帝早轰出去了，王莽却来了兴趣，亲自接见，还让人试飞。虽然那哥们儿只滑翔了几百步就摔下来了，但这说明王莽对技术细节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痴迷。他甚至主持解剖过人体，想搞清楚血管经脉的走向。
说是为了造福医学，像不像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或者一个沉迷模型的手工达人？问题是，这种事无巨细的管理风格带来了致命后果，行政全面瘫痪，所有决策都堵在他一个人手里。边疆告急的奏报送上来，他在研究贝壳尺寸，洪水泛滥的急建地进宫，他在设计官帽花纹，农民造反的消息传来，他在校对新币模具。有个叫崔发的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劝他：陛下太累了，小事交给下面办吧。王莽叹口气说：你不懂，我不亲自盯着，他们会乱来。这就是他最深层的悲剧。他不信任何人，只信自己。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聪明人，唯一的圣人。而就在他埋头在宫里摆弄卡尺、推演八卦的时候，未央宫围墙之外的真实世界已经彻底炸了。边疆的火烧到了长城根底下，饥饿的流民在磨刀，而点燃这一切的恰恰是王莽另一桩匪夷所思的操作。他把改名字的强迫症用到了外交上，一把把大汉几代人用鲜血建立的朝贡体系砸了个稀巴烂。西汉末年的周边形势其实不差，北边的匈奴自从呼韩邪单于归顺，娶了王昭君，汉匈和平了将近50年。西域各国年年朝贡，东北的高句丽、西南的巨丁也都恭恭敬敬，这都是几代人拿命换来的。王莽一上台，全掀了。为什么？还是名分。他翻开经书，看见一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脑子里立刻冒出一个逻辑：既然我是全天下唯一的天子，那你们这些蛮夷凭什么称王，只能称侯？于是他派外交官带着新印信跑到匈奴，当面对单于说：把以前汉朝给你的匈奴单于玺交出来，换成这颗新匈奴单于章。2个坑。第一，玺换成章。在汉代等级制度里，玺是给王级以上的，章是给臣子的，等于直接把单于降了一个大等级。第二，更绝的是，王莽还把单于的名字改成了降奴伏语。单于虽然不读儒家书，但识字也有尊严。这叫什么？这叫骑脖子上撒尿。单于怒了，撕毁盟约，集结骑兵大规模南下。王莽不慌反乐，觉得正好展示新朝军威。他又想起了嫁给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昭君有个女儿须卜居次，丈夫是匈奴右部的贵族。王莽异想天开地宣布废掉现任单于，立须卜居次的丈夫为新单于。他想在匈奴内部搞分裂。匈奴人看到这操作，哭笑不得，又气得发抖。你不仅侮辱人格，还侮辱智商。北方战火瞬间燎原，匈奴铁骑在边境烧杀掳掠，生灵涂炭。东北方向也没闲着，王莽征讨匈奴需要炮灰，强征高句丽人出兵，高句丽人不干，反了。王莽的处理方式依然是改名，大笔一挥，把高句丽改成夏句丽。他以为改成夏就能压住对方气焰，荒不荒唐？西域同理，所有国王一律降为侯，结果西域都护府被攻破，汉朝经营100年的丝绸之路彻底断裂。短短几年，新朝四面楚歌。为了应付这些他自己挑起的战争，王莽不得不疯狂征兵，疯狂加税，疯狂发行劣币筹措军费。外交崩溃引发战争，战争吞噬财政，财政崩溃逼迫更狠的搜刮，搜刮激起更多民变，死亡螺旋就此开始高速旋转。而就在这个内忧外患的节骨眼上，老天爷仿佛觉得还不够热闹，又补了一记最致命的暴击。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了，滚滚浊流像脱缰的野马，瞬间吞没了成千上万的村庄农田。这种事在古代不算罕见，正常皇帝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调人堵口，赈灾安民，但王莽的反应再一次刷新了人类认知的下限。他不堵，
理由第一条荒唐到像冷笑话。决口处在魏郡，魏郡管辖的元城县是王氏祖坟所在地，水没往西冲祖坟，而是往东流了。这说明老天在保护他的祖先。既然是天意，他怎能逆天而行？理由第二条则充满了扭曲的政治解读，水流向了东南旧河道。王莽认为这是新朝复古的天象应验，连黄河都在帮他回到上古，于是他坐视不管。这场水患绵延了整整60年，直到东汉明帝才治好。60年里，黄河在冀州、兖州的大平原上横冲直撞，把中国最富庶的粮仓变成了汪洋泽国，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拖家带口像蝗虫一样四处逃窜，没吃的就啃树皮、嚼草根，树皮啃光了吃观音土，观音土吃完了开始易子而食，交换着吃对方的孩子。史书记载，关东地区饿死的人口接近1半。面对此等人间惨剧，我们的圣人皇帝在干什么呢？他在教百姓怎么吃草。王莽下了一道煮草木为烙令，派一群所谓的专家研究如何把草根树皮煮成糊糊，还全国推广，说这东西营养丰富，延年益寿。黑色幽默到了极致。百姓端着碗里的草糊糊，看着手里那一堆花不出去的贝壳钱，终于彻底清醒了。在这个圣人的统治下，活着已经变成了一种奢侈，绝望催生了暴力。那些原本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终于放下了锄头，拿起了棍棒和菜刀。在南方的鹿林山中，在东方的泰山脚下，两股足以撼动天地的风暴正在酝酿成型。他们的名字叫绿林军和赤眉军。当一个人连下顿饭都没着落的时候，他不会在乎什么周礼，什么道德，他只想干一件事，抢一口吃的，活下去。新朝末年的起义，与其说是政治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大规模的求生运动。最先爆发的是绿林军，在今天湖北大洪山一带，当时叫绿林山。起初只有几百个饿得两眼发绿的流民，为了活命躲进深山。他们的领袖叫王匡、王凤。巧了，这个王凤跟当年提拔王莽的大伯父同名同姓，命运的讽刺简直拉满。这帮人本来没想造反，就是想抢点官仓粮食填肚子，结果官府派兵来剿，打不过。为什么？因为饿疯了的人拼命，吃皇粮的兵是混日子。绿林军越打越多，几百人滚成几万人。紧接着，东方的山东地区炸出了赤眉军，领袖樊崇。因为人太多，打仗分不清敌我，灵机一动，让所有人把眉毛染红，这就是赤眉的由来。这支队伍比绿林更野蛮，没什么政治纲领，主打一个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两路人马像两把尖刀，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插向新朝的心脏。此时的王莽在干什么？精神胜利法。他觉得天下乱是因为礼乐还不够完善，于是在长安南郊搞了一场哭天大典，带着几千名儒生跪在地上号哭，求老天爷显灵。那些儒生为了博个好印象，有的拿辣椒抹眼睛，有的使劲掐大腿，就为了挤几滴鳄鱼眼泪。画面荒诞到让人想笑，又凄凉到让人想哭，但历史不会因为眼泪而停下脚步。在绿林军中混进了一批特殊的人，他们不是流民，而是没落的汉室宗亲。其中有2个名字你必须刻在脑子里，刘演和刘秀。刘演是大哥，性格豪爽，天生领袖，一心要复兴汉室。刘秀是弟弟，性格内向，平时最喜欢在田里种地，人生最大的梦想不过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当个禁军长官，娶个漂亮老婆，这就够了。谁也不会料到，这个骑着牛上战场，看起来最没出息的种田少年，才是真正埋葬王莽的那个人。公元23年，
绿林军做了件大事，拥立汉室宗亲刘玄为帝，改元更始。起义军不再是流寇了，他们有了合法的政治旗号，而王莽则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伪朝。王莽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押上所有筹码，毕其功于一役。他从全国能搜刮到的所有兵力中拼凑出了42万大军，号称100万，交给亲信大司空王毅和大司徒王询统帅。这支军队阵容豪华到离谱，不仅有禁军精锐，还有各种奇人异士。王莽甚至把一个叫巨无霸的异人派了出去，据说此人身高过丈，还驱赶着老虎、犀牛、大象上阵。42万人浩浩荡荡地压向一个叫昆阳的小城。今天的河南叶县，一场决定中国未来数百年命运的超级大战爆发了。当这42万人像黑色海啸一样包围昆阳时，城里的守军不到1万人。站在城头往外看，漫山遍野全是旗帜和人头，遮天蔽日。鼓声雷响的时候，连地皮都在发抖。城里的将领腿软了，第一反应是跑。就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刘秀站了出来。这个平时话不多的种地少年，一改往日的腼腆和沉默，冷静地说了一句话：跑就是死路一条，打还有一线生机。你们守城，我出去搬救兵。然后他带着13个骑兵，趁夜色从几十万人的缝隙中硬生生杀了出去。他在周边郡县拼凑了几千人的援军，做了一件只有疯子才干得出来的事，带着这几千人杀了回来。接下来发生的事，史书写得太像神话了，以至于后世无数人怀疑刘秀是不是真的会召唤术。王莽的指挥官犯了个致命的错误。王毅接到了王莽的死命令，必须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不准擅自行动。这导致40多万人挤在一块，调度僵硬到像木偶。面对刘秀几千人的冲锋，王毅居然下令只许自己和王询的1万中军迎战，其余几十万人在旁边看着，谁敢动就军法处置。他想玩猫戏老鼠，想用碾压式的胜利羞辱对方，结果老鼠变成了老虎。刘秀率领的敢死队知道没有退路，个个以一当百，怒吼着直接插进了王毅的指挥中枢。那些在旁边看戏的几十万人，眼睁睁看着主帅大旗摇摇欲坠，想上去帮又不敢违令，想跑又没接到命令。就在战局焦灼的千钧一发之际，真正的魔法时刻来了。据《后汉书》记载，夜有流星坠营中，一颗燃烧的陨石拖着耀眼的火尾，直直砸进了王莽大军连绵数十里的营地中间。在那个对天象有着刻骨畏惧的时代，这一下彻底炸裂了几十万人的心理防线。有人喊天灭，王莽；有人喊快跑，全营炸锅。炸营了，几十万人像没头苍蝇一样四散奔逃，互相践踏。刘秀趁势率军全面冲杀，屋漏偏逢连夜雨，暴风雨和洪水同时爆发，溃军被冲进河里淹死无数，尸体把散水，今天的沙河堵得断了流。王询当场被斩，王毅踩着同袍的尸体狼狈逃回长安。42万精锐一天之内灰飞烟灭。这就是昆阳之战，这也是王莽新朝的丧钟。败报传回长安的那一刻，王莽正坐在未央宫里，手握那把据说是虞舜传下来的匕首，嘴里还在念经。听到42万人全军覆没的消息，匕首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他的脸瞬间变成了死人的颜色。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他的经书，他的周礼，他的福命，在绝对的暴力面前连一张废纸都不如。但他不死心，他觉得一定是哪儿出了岔子，一定是身边还有叛徒在搞鬼。于是他把最后的屠刀挥向了身边唯一还算可以信赖的人，国师刘歆。刘歆是谁？是王莽的精神导师。
是新朝整套意识形态大厦的总设计师。没有刘歆搞出来的古文经学体系，没有刘歆论证的武德中史论传说，王莽的皇位根本就没有合法性。这两个人不仅仅是君臣，更是学术上的灵魂伴侣。然而公元23年的那个夏天，连刘歆也绝望了。他看着这个行将就木的帝国，看着那个日渐癫狂的皇帝，心里知道大势已去。作为汉室宗亲，他当初是为了复古理想才压住王莽的，如今理想成了噩梦，复古成了笑话，他不想给这艘沉船殉葬。刘歆私下联络了几个大臣，密谋发动政变，抓住王莽，或者直接杀掉，以此向逼近长安的更始军投诚。但阴谋泄露了，有人向王莽告密。当刘歆谋反这4个字传进耳朵的时候，王莽大概呆坐了很久。如果是别人反他，他会愤怒，但刘歆反他，他感到的是一种刺入骨髓的冰冷。这不仅仅是背叛，这是对他一生信仰的否定。连最懂我的人都要杀我，那我这辈子到底算什么？王莽把刘歆召进了宫，那次见面的对话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我猜那一定是一场窒息的沉默。两个曾想联手改变世界的老人，此刻四目相对，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王莽没有把刘歆拖出去斩首，也没有搞公审，他给了老朋友最后一点体面。刘歆自杀了。尸体被抬出未央宫的那一刻，王莽的精神世界彻底坍塌。他杀死了刘歆，等于杀死了那个相信周礼可以治国的自己。剩下的日子里，王莽彻底放飞了，他不再处理政务，开始沉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迷信行为。他把头发染黑，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好像这样就能骗过命运。他临时娶了一个叫史氏的女子做新皇后，还大操大办收了几万件聘礼。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这些？他采纳方士的建议，从全国征召了100多名淑女入宫，美其名曰和嫔，说是通过采阴补阳的方法修炼成仙。最荒诞的是，他在未央宫里搞了个微斗，按北斗7星方位摆了7个坐垫，每天根据时辰变化，在不同坐垫上挪来挪去，手持虞舜匕首，口中念念有词，说要用厌胜之术诅咒城外的敌人。此时的王莽已经不是皇帝了，他只是一个被恐惧彻底吞噬的可怜的疯癫的老人。公元23年10月初1，长安城破。10月初3，王莽逃离未央宫，躲进了太液池中央的一座高台建台，这是他最后的据点。即便到了末路，他依然保持着一种诡异的仪式感，身穿深紫地袍，腰系绶带，手中死死攥着虞舜的匕首。在他身边还有最后一批死忠，1000多个公卿大臣和宦官没有逃跑，拿着弓箭把王莽围在中间，誓死保卫他们的皇帝。这也许是王莽一生中最后的温暖，至少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起义军包围了建台，因为四面环水攻不上去，先是放箭，箭雨倾盆而下，王莽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在血泊中，但王莽没有动，他坐在原地，不断转动身体，始终把脸朝向北斗星的方向，嘴里念着一句话：天生得鱼鱼，还孔其如与何。这是孔子的话，上天把美德赋予了我，那些宵小之辈能拿我怎么样？多么顽固的信念，多么可悲的执念。直到最后一口气，他依然认定自己代表正义，代表天道。起义军终于冲上了建台，最后的肉搏战开始了，护卫全部阵亡。一个叫杜吴的商人杀红了眼，冲到王莽面前，他根本不认识这就是皇帝，只看见一个穿得花里胡哨的老头，上去就是一刀。王莽倒下了，紧接着一个叫龚宾就的校尉冲上来，
认出了王莽的面孔，二话不说割下了他的头颅，剩下的士兵蜂拥而上。史书记载只有8个字，却字字带血，军人分裂莽身，肢节皆解。王莽的躯体被愤怒的士兵剁成了肉泥，连骨头都被砸碎，甚至有人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吃掉，因为这张嘴骗了天下人整整一辈子。但这还不是终点，王莽的悲剧在他死后仍在延续。那颗头颅被割下来之后送到了宛城，挂在城墙上示众。百姓听说是王莽的脑袋，纷纷拿石头去砸，有人跳起来用脚踢。后来这颗头被收进了东汉皇宫武库，历代皇帝留着它，起初是当作篡位者下场的警示教具，后来传说它有了灵性，能辟邪震碎，于是一代代传下去，传过了东汉，传过了曹魏，传到了西晋，直到公元295年，洛阳武库一场冲天大火，这颗流浪了272年的头颅才终于化为灰烬。也许到了那一刻，王莽那个孤独的、偏执的、狂妄的又无比悲情的灵魂才算真正解脱了。王莽死了，新朝灭了，但这场持续15年的儒家理想国实验给后人留下了太沉重的思考。20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论从没停止过。有人说他是穿越者，脑子里装着社会主义蓝图，只不过拿错了剧本，生错了时代。有人说他是顶级伪君子，一辈子都在演戏。但我觉得这2种评价都太偷懒了。王莽不是伪君子，世界上没有哪个伪君子能装一辈子，装到死前最后1秒还在念孔子的话。他也不是穿越者，他的那些所谓超前政策，王田制、5军6管、保货制，每一条都能在《周礼·管子·公羊传》里找到原型。他不是在搞创新，他是在搞复古。他是一个试图把几千年前的传说强行移植到现实泥土里的原教旨主义者。当然，我们也不该全盘否定他的历史价值。他推动统一度量衡，那把青铜卡尺为后世计量学奠了基。他设立5军赊贷，开创了中国官方普惠信贷的雏形。他颁布私塾令，第一次在国家政令层面对奴婢买卖做出限制。他组织校刊古文经典，为中华文明的文献传承留下了珍贵遗产。这些东西虽然因为执行崩坏而走向失败，但并非毫无意义。王莽真正的悲剧浓缩成4个字：书生治国。他是顶级的儒学大师，却是0分的政治家。他以为世界是一道数学题，公式套进去就能出答案。经书上说井田治好，他就强行分地，完全不管会触动多少人的命根子，也不管底下的官僚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意愿去落实。他就像一个捧着教科书去开飞机的书呆子，书上说拉操纵杆能飞，他就死命拉，不管外面是台风还是雷暴，不管发动机已经冒烟了。这种无知之恶比单纯的贪婪和残暴更可怕，因为贪官知道自己在作恶，他会心虚，会收敛。但王莽这种理想主义者坚信自己在干全宇宙最正确最伟大的事，所以他杀起人来理直气壮，害起民来心安理得。他到死都觉得委屈，他觉得自己掏心掏肺为天下苍生操碎了心，为什么天下苍生要反他？他不明白的是，政治从来不是做题，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利益的平衡，人性的博弈。他想建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结果却用最僵硬的手段亲手打造了一个恶胆遍野的人间地狱。王莽是孤独的，他杀光了反对他的人，也杀光了理解他的人。他在那座冰冷的未央宫里守着他的卡尺，守着他的经书，守着他的贝壳和乌龟壳，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做一个完美的梦，直到一颗陨石从天而降，把梦砸得粉碎。有救世之念，
无治国之术，有开天之志，无落地之果。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他是另一种悲剧，一种属于理想主义者的永恒的悲剧。王莽倒下了，那个疯狂的时代翻了篇，但大汉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在一片焦土废墟之上，那个在昆阳城下召唤陨石的年轻人，那个曾经骑着牛上阵的种田少年刘秀，正在擦拭他手中的剑。他将如何在这片血泊中重建一个帝国的荣光？他又将用怎样一种完全不同于王莽的方式去诠释什么叫真正的天选之子？这位被后世称为位面之子的开挂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咱们下期见。